那提到中秋，大家也一定会想起这句古诗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这句词呢，它是来自宋朝文学家苏轼的这一曲著名的中秋咏月词《水调歌头》。那我给大家完整读一下，同时呢，也请大家欣赏一下这首漂亮的行书书法。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好，我们呢来深入的了解一下这阙词。大家知不知道这阙词苏轼是写给谁的？他其实在这阙词前面，苏轼自己写了一段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丙辰就是1076年宋神宗熙宁9年，这一年苏轼他在密州任太守。大家想起来没有？我们上次在《江城子·密州出猎》里面，也是苏轼在这个时间段，他在密州做太守的时候填的词。欢饮达旦就是到了第二天的天亮，喝得大醉。兼怀子由，子由是指苏轼的弟弟苏辙，子由是苏辙的字。苏辙的文采他也相当的好，苏辙加苏轼再加他们的父亲苏洵，他们三个苏是并称为三苏，并且被列入到唐宋8大家里面，所以这个地位都是很高的。那这个序就写得很明白，是在丙辰中秋节的时候，我一边赏月亮一边饮酒，喝酒一直喝到第二天早晨，喝到大醉，那写了这首词。同时呢，也以这首词来怀念我的弟弟苏辙，所以他交代很清楚了，是为了想念他的弟弟而做的。苏轼呢，我们比较熟悉了，他的一生是很坎坷的，而且呢，为官多年，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不盲目的顺从别人，他才华横溢，内心很宽广，精神也很高远。他曾经遭受过别人不理解的坎坷、痛苦和失意潦倒。然后呢，他年轻的时候是信道的，崇尚道家的思想。然后到中年以后呢，又表示自己是皈依佛僧。所以他自己经常是处在佛家和道家的这个纠葛当中。每碰到挫折失意的时候，他就经常会用道家的老庄思想来帮助自己解脱一些困惑。其实在这首词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体现。苏轼因为他和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他们是政见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自求外放，就是他自己向皇帝请求，就是我到外面去做官，所以他一生都是辗转在外地做官。当然他也要求
我到外面去做官，但是能不能把我调任到离我的弟弟苏辙比较近的地方去做官？那这样我们兄弟2个人就可以经常碰面了。但是呢，他还是被调到了密州做太守，所以跟他弟弟相聚的这个愿望就没办法实现了。所以说，虽然他是出于自愿的外派，但是其实因为跟朝廷内的人政见不一样嘛，所以其实还是处于那种外放冷遇的这种地位。尽管一切好像无所谓了，好像他显得比较阔大，但是其实心中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郁闷愤恨在里面的，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到了密州之后的第2年的中秋夜，这个时候苏轼跟他的弟弟分别已经有7年了，他们7年没有见面。所以这个时候中秋节的时候，他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趁着酒兴大酣的时候，就挥笔写下了这首词。他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渗进了比较浓厚的哲学的意味，可以说是一首将自然和社会高度契合的作品，反映了他很复杂但是又很矛盾的这种思想感情，但是又表现出了他很热爱生活、很积极向上的这种乐观的精神。所以我们还是仔细来琢磨一下他的这些字句。他这个里面大醉浅怀其实是他一个主要的，兼怀自由是顺便的去怀念他的弟弟。因为对于苏轼来说，他是一个尊主责民的，他一向是信奉这样的节操，就是说对于这些手足分离啊、私情啊，他觉得比起国家要停忧边患的国家形势来说，这些都是次要的。这个在我们在欣赏过他的很多豪放派的词的作品当中，我们就能感觉得到，他觉得那些小家小感情啊，他觉得都是相对来说要让位于为国家为人民的这种大感情。我们看他这首词，他上篇是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他面对着天空当中一轮皎月，他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就明月你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出现的呢？我端起酒杯，我来遥问苍天。对苏轼来说，他这里是寄情于月，因为他身在密州，但是心却在朝廷。整篇通篇读下来，有些学者认为他在这里的月其实是也有暗喻朝廷的意思，这个上面也是说得通的，所以也可以这样子带着这一点点的可能性去了解。他既有对朝廷政局的关注，他又希望重返朝廷，有一种很无奈的情感在里面，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只好把月亮当作自己的朋友，他把酒相问，不但抒发自己的情感，也表现了他的豪放派的诗词的这种气魄在里面。因为李白就有一句诗叫做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不过这里李白的语气他相对是比较舒缓的，他就这么一问而已。但是苏轼呢，是因为他想飞到月宫当中，所以他的语气就更关注更迫切了。明月几时有，好像是在追溯明月的起源、宇宙的起源，又好像是在惊叹造化的巧妙，所以可以感受到他对明月的那种赞美和向往在里面。接下来2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宫阙是皇宫两边供瞭望的楼，我们在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经常会有那种印象，对那种楼，它在这里呢是指的是月亮当中的宫殿。那从明月诞生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不知道在天上的宫殿呢，今天晚上是何年何月呢？他这里就把对月亮的赞美和向往又往前推进了一层。他想象在月亮上一定是一个好日子，所以月才会那么圆，才会那么亮。他很想去看一看，所以接着他说：我欲乘风归去。我们说李白经常把它比喻作是诗仙、谪仙，但是黄庭坚呢，他把苏轼和李白认为是两谪仙。苏轼他经常在一些诗词当中，他会设想自己前身是月亮当中的人，
所以在这里他也升起乘风归去，就是归，他把月亮比作是他自己的家，他要离开这个现实的世界，他要到月亮当中去，来点明他现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自己真正所希望待的地方。当然也有学者说了，我刚才提到就是说认为月亮它在这里有指代朝廷的意思，所以也有人认为他在这里是想说他还是想回到朝廷，到那儿去，觉得那儿才是自己希望待的地方。我欲乘风归去，但是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里不读第4声啊，是读第1声。琼楼玉宇是指美玉砌成的楼宇，就是想象当中的月宫应该是那样，但是不胜寒就是经受不住，承受不了那里的寒意，那里太高了，太冷了。他在这里就故意突出了天上月宫的这种美中不足的地方，他也暗示了朝廷当中，朝廷虽然好，在朝中做官虽然好，但是朝廷当中的争斗，那种政治上面的斗争是更尖锐的。天上的琼楼玉宇虽然很富丽，很堂皇，很美好非凡，但是那里高寒难耐，不可久居，所以他是故意找出天上的这种美中不足，来表露出他对人间生活的热爱。他在人间，他在这里，他在密州这块，他也可以远离朝廷的政治斗争。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体会得到苏轼的那种又留恋人间又向往天上的这种矛盾的心情。但是他还是在写中秋的月景啊，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到月亮的美好，体会到月光的寒气的逼人。但是相比较之下，他毕竟更热爱人间的生活。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弄就是玩弄欣赏的意思，月光下面自己可以和自己的轻影为伴，可以一起舞蹈嬉戏，哪里比得上在人间？就是在人间你才可以在月光下面舞蹈嬉戏。高处不胜寒并不是他不想归去的原因，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才是他想留在人间，在月光下起舞的这个原因所在。所以从幻想上天写起，再写到这里，他又回到热爱人间的感情上面来。从我欲到又恐又到何似，他在这里心里的那种转折开合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他情感上的波澜起伏。他终于从幻觉又回到现实，在出世和入世的矛盾纠葛当中，入世的思想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何似在人间是一种毫无疑问的肯定，就有点我刚才提到他又信佛，他又信道，就是佛和道，佛家和道家的这种思想的这个斗争，他最后他还是觉得要入世。下篇呢，他就转到怀念人了，就是兼怀子由嘛，像他弟弟，他由中秋的月圆联想到人间的离别，同时又感怀人生的离合无常的悲戚，因此就由天上转到地面，空间就发生了变化。但是他还是围绕中秋月在写，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个地方念绮不读乙啊，可能王菲啊还是邓丽君啊他们都念乙的，这个是比较错的。后来张学友再重新唱的时候，他把它纠正过来，这里我提一下。那朱阁呢是朱红色的楼阁，绮户就有雕刻的这种门窗，转和低都是指月亮的这个移动，它是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写，就是暗示着这个时候夜已经很深沉了。你看月亮转过了朱红的楼阁，低低的穿过了雕花的门窗，照在了房中迟迟未能入睡的人。这个时候他就由物及心，以月照人。因为中国人他是讲求圆满的，中秋节是要一家人在一起团聚的节日，可是今天月圆而人不能圆，他心中的忧思就油然而生，我怎么睡得着呢？那睡不着，他不得不感叹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意思就是说，不应该怨恨，为什么月亮你总是在人们离别的时候你开始圆了？那相比较之下，你这样不就更增加了我们这些离别人的愁苦吗？
这句好像是在埋怨明月，你为什么故意和人为难呢？接着他把笔锋再一转，就说出了一句宽慰的话，他来为月亮开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3句他就从人到月，再从古到今做了高度的概括，好像是带明月在回答前面的提问，但是又推开了一层，他从人和月的这种对立的状态就过渡到了人和月的融合的状态。因为月终归是有圆的时候，人终归也会是有相聚的时候，所以他在这里就很有哲理。人间固然有悲欢离合，月亮它也有阴晴圆缺啊，这些都是很自然的规律。从古到今，哪里所有的事都能够那么完美呢？所以在这里，他表面上是在为月亮开脱，他实际上还是强调了对人世的一种达观的态度，强化了他对亲人的怀念，但是又寄托对未来的那种希望。为最后一句抒情，他就积蓄了一个更深沉的力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本来是指女性她比较姿态美好的那个样子，那也指嫦娥，那在这里呢是指代明月，共婵娟就是共明月，就是说人间的离别是难免的，那只要亲人他是长久健在，那即使远隔千里，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普照世界的那一轮明月，把两地联系在一起，把彼此的心沟通在一起。但愿人长久是要突破时间的局限，千里共婵娟是要打通空间的阻隔。他只是希望这世上所有的亲人，你们都能够平安健康，那这样即便我们相隔千里，也能共享着美好的月光。就有点像古人的这种神交的说法，就说好朋友即便天各一方，即便不能见面，但是精神上是相通的。所以他在这里不单单是一种自慰，一种共勉，他也体现了苏轼的这种精神境界的这种丰富和博大。所以这一篇诗篇是苏轼的代表作之一，构思上面非常的巧妙，然后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是历来公认的中秋词当中的绝唱，所以我也才要把它分享给大家。在这首词里面，他从天上写到了人间，从兄弟写到了他对人生渴望团聚的畅想，他把对人生的分分合合领悟得非常的透彻。所以我们说，在苏轼的身上，他既有一种仙气，但是又有一种浓郁的烟火气和人间气。那这种仙气和人间气在他身上结合起来，就成就了我们万世万代都喜爱的苏东坡，也成就了中国文化当中一段精彩的乐章。那在这里请大家欣赏这支优美的古典舞《明月几时有》，我们来感觉一下这一支舞蹈是不是很好的表达了苏轼这阙词。历代的学者文人对苏轼的这阙《水调歌头》都是推崇备至的啊。有一句评语说：自从《水调歌头》出来，中秋词可以尽废。这个是把这阙词的地位是抬得相当高了，这也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阙词的一个缘由之一。那我们说艺术的创造力，它跟想象力是密不可分的。苏轼在这阙词当中融入了很多的想象。这阙词之所以被传颂至今，它有诗词本身的美，有语言的美，也因为有后人不断的传播和再创作。刚才的舞蹈是一种再创作，那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也想请大家欣赏由京剧表演艺术家王佩瑜和虚拟歌手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虚拟歌手他是集古代美学和现代科技于一体的，他有个名字叫洛天依。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来感受一下他们是怎么样用流行音乐来演绎诗词的经典之作，怎么样将传统文化以另外一种艺术形式去拥抱未来的。人间没有十全十美，事事皆有残缺。那也许生活当中的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感受过分别的这种悲痛，但是最起码我们不会再经历战火纷飞的动荡，也不会再长达7年没法和亲人相见。
我们可能不会有苏轼那样坎坷的遭遇，深刻的去感知人情的冷暖，饱受沧桑，没法像他那样的深刻。但是我们应该像苏轼那样去学会接受生活当中的不幸，敢于相信和追求幸福的人生。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聆听，也提前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团圆，中秋节快乐。